先让发动机空转一下。为什么说只要是内燃机都会烧机油？就像这个一车传3代的丰田发动机，它也逃不了烧机油的命。本来呢，我们只是简单处理一下这个烧机油的问题，但是我们拆开发动机以后呢，发现它这个大小瓦有明显的拉伤，还有这个活塞的环草间隙也是磨损过大了。气门油封老化，孔径变大之后呢，机油就会顺着这个气门杆流进发动机燃烧室里面参与燃烧，像这样就会导致我们的车辆烧机油啊、动力不足的现象。虽然我们更换的呢这个是原厂瓦，但是为了严谨起见呢，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合瓦的步骤。然后我们准备一个2块钱的硬油，像小姐姐涂口红一样，把这个硬油均匀的抹在这个曲轴的摩擦面上。千万不能涂多了，涂多的话它就不自燃了。接下来我们按照维修手册上标准的螺丝扭矩，依次把这个瓦盖螺丝拧紧。现在紧完螺丝，我们手动转一下。然后我们再依次把这个瓦盖拆下来看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接触面。你看，像这样的话，它就是没有问题，非常完美，就可以直接安装了。另外几个的接触面的话也是很不错的。下面的话也是一样的。小瓦呢也是一样的方法。现在紧完螺丝呢，我们摇一下它的间隙，看一下它标不标准，然后再转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活塞拆下来，看一下它这个接触面。你看，这样就是很完美的，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接下来的话，清一下就可以开始组装。现在我们开始给它更换新的活塞。这个活塞环的话，它是上面有字的 ，N1 就是第1道 ，N2 就是第2道。右边的进气链轮的话，有色链接是对一个点，排气的话是有色链接对着这一条杠，然后对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一起放进来了。左边的进气链轮的话是有色链接对着里面的2个点，排气的话它是有色链接对着这2条杠。
装好后，这些有色链接都是跟瓦盖上的记号在一条线上。现在正时对好以后，我们手动转几圈。到这里，这个发动机内部件就组装完毕了。你又学废了吗？在这个发动机装车之前呢，我们先让发动机空转一下。这样空转的好处呢，是让我们的机油提前润滑到发动机的每个部位，然后在启动的时候呢，减小发动机的磨损。现在这个发动机我们就全部装车完成了。在启动之前呢，我们先用解码器扫描一下全车有没有什么故障码。现在扫描完成，发动机也没有任何故障码。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正式启动了。好，来启动。到这里，这个发动机就算维修完成了。试一下车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就可以交车了。像我们修发动机呢，不是为了让它续命，而是为了让它重生。